我叫明菊，然后我是个男童，然后现在呢是在深圳工作。2015年后，母亲出柜了。一开始是我和男朋友一起住，但我母亲的话，那个时候的话，她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边住，因为我母亲本身也是一个就是不善于社交的人，比较孤独。然后呢，她就吵着闹着，然后呢一定要跟着我去。来了以后呢，然后呢就要一定要住在一起。我母亲一开始呢，其实在我面前的时候对我男朋友很认同，然后呢，最起码是很有礼貌的，但是呢，人都是很聪明的嘛。他一看我和我男朋友的那种就是关系然后他也就猜出个1、2、3的。在我去上班，然后呢，我男朋友和他自己单独相处的时候，然后呢，他就开始阴阳怪气，然后呢说一些很怪的话就是说你怎么还不结婚呀？因为那时候我男朋友留着长头发。哎呀，在我们那边的话，只有这个什么作风不正的人，然后呢才会留长发那你家里边人怎么不会催你结婚吗？然后呢就说一些很怪的话，然后呢我男朋友就和我说了嘛，那我心里边就是，你可以说我作为我的母亲，然后你可以说我就是怎么样，但是你不能去伤害别人。所以呢，我就和我母亲很严肃的和她说了，我以前也和你们说过。我说我这辈子都不想结婚的，之所以没和你们说也是怕你们接受不了。其次呢，我不喜欢女生我喜欢的是男生，而且呢，我也和我这个男朋友一直生活下去。你要能接受呢，咱们就一起生活；你要实在接受不了呢，反正老家的房子也不差，要不然你就回家。然后我妈说，反正你也上学高这个你现在也长大了，我也管不了你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这是无可奈何的就接受了这样一件事儿。相比于其他人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顺畅的。最起码的话，我母亲不会说有很什么过激的行动或者是这个又哭又闹又折腾怎么样的就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很快就她也就接纳了。17年年底的时候，突然间呢，我外公就离世了。那个时候呢，我是在外地出差，我是没办法第一时间赶回去的。我妈的话就是本身和我外公的关系非常好，小的时候她就是特别宠我妈，因为我妈是家里边的第2个女儿，其实在她那个年代的话是非常的受歧视的。但是呢，我外公就是每天抱着我妈，然后到处走你看我又生了个女儿，然后很骄傲。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人就是瞬间崩溃，然后呢就是在家里边嚎啕大哭。我男友呢就是非常耐心的劝他，然后呢现在我们去打车，然后呢赶紧坐车，卧铺车就陪着我妈从青岛回了泰安。而且呢在路上的话，我妈就一直在哭，而且声音还挺大的就惹得反正就是周边的人都挺不开心的然后我男朋友又一个一个的给别人去解释，又把我妈安顿下来反正就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妈的话就是对我男朋友的改观非常的大，完全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的时候就觉得是他勾引了我，然后就是他真的是用的这个词儿，不愿意结婚觉得很丢脸2个人在一起以后肯定还是会分的你们都得各自回家去结婚但是呢，我妈自从那件事情以后，她觉得这个人还挺不错的，也很心细而且还遇到事儿的话也没有慌也没有乱她觉得挺好。基本上每一次打电话，我妈第一句话就会问小雨呢，小雨在不在你身边？你们俩现在是不是还在一起生活？我和家里边出轨还比较顺利，但就是没想到在职场当中会遭遇这样的一个事情。虽然我妈理解但是她内心里边的话还是多少有一些不明白疑惑就觉得可能这个世界上那也就你们2个是这样的。
在青岛的时候，因为我本身也是亲友会的志愿者这个召集人，然后呢也组织了很多活动，我也会带着我妈去参加一下活动上呢，然后呢我也做了一些分享，我妈呢也和其他的一些家长，然后呢有了一些交流啊，然后呢我妈还好像那一次完了以后的话，就是她对我们的这一层身份，然后就了解的更多了嘛，啊我也挺开心的。结束完了以后就弄了一篇公众号。然后呢，就把我的照片也放到了里边，发到这个朋友圈，然后呢做一个标签然后就是说只给这个圈里面的人，然后他看一下就好。当然就是在选标签的时候，有一组忘了勾选一些我原来的幼儿园的一些家长，然后呢就给看到了。我在青岛的话，一直做的都是幼儿教师的工作我从小的话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小朋友的。第二点的话，就是因为我本身是学哲学的，然后呢，我对于人是怎么从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是非常好奇的，所以呢，我就选择了做幼儿教育这样一份工作，和几个朋友然后一起创业，然后做了一家小的园所，而且做的是新式教育，就是它和传统的幼儿教育呢又不一样。这种新式的教育的话是更看重孩子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去发展，我们和孩子之间的话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有什么样不同的看法，我们是尊重的，我们是理解的，甚至我们是支持的，主要是以孩子为主导去推动整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们这个教育的话，对家长其实也是有挑选的，家庭和幼儿园的理念相差很大的话，对孩子反而更不好。所以呢，这一批家长的话，我自认为还是比较开明的。发了朋友圈以后，然后呢就没有选择不让那些家长看到，所以呢有一批家长就看到了，看到了以后呢，他就给我当时所在的园所的负责人打电话，就发微信说，你看这个老师在朋友圈发了这样的文章，而且这个文章里边还有照片。第二天我正常的该去上班的去上班，上了大概应该是10点钟左右吧，然后呢同事就把我给叫过去了，说你为什么要发那篇文章那我觉得我们之间就合作到此结束。就是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我对我之前所做的工作，我都产生了一些质疑。我们当时花那么大的精力，然后呢做家长工作也好，然后呢做性教育方面的一些分享也好，然后呢做很多的教育讲座也好，然后呢召集几百人、上千人的而且呢持续不断的做这么多的工作，然后呢我的家长群体居然还有思想这么陈旧、保守，甚至是有点愚昧的情况，我做的有意义吗？我就当场的话就和他说了，我说，如果说你真的要做这样的决定的话，那我一定会走法律途径的，然后他也很明确的说，那你想走，那你就走吧。当然，我回到家以后，我还是会有点纠结。假如我真走了的话，那我可能在这个行业里边都，就是我之前的那个幼儿教育那个行业里边的话，可能都没法再继续。那与其这样，那我不如就破釜沉舟，然后索性把这个事儿就挑明了。那你们越歧视我，我越要站出来，明确地表达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而且呢，我要告诉很多的家长，如果说是你自己持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难道你能保证你的孩子，或者你孩子的孩子，以后就不会遭遇这样的歧视吗？就算不是性取向的歧视，就不会有其他的歧视吗？长相呀、肥胖呀、高矮呀、学历呀，甚至肤色、地域黑。如果说我们纵容，甚至你对这种歧视，然后呢去推波助澜，然后呢甚至去固化，甚至是去强化这种歧视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后果很严重，就是会让大家变得越来越狭隘。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第一层不是表达善意，而是先扔出一个刀子来，先扔出一个砖头来，然后呢把你砸一顿。难道那家长希望你们的孩子未来要经历的社会环境是这个样子的吗？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吧。
因为在我之前的话，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内没有任何一个同志教师公开出柜的，能非常明确的在你遇到这种歧视的时候，然后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然后呢维护自己权益的人也没有。我可能给了这个圈子里边人一点信心吧。对，就像当年的 C 先生一样，他让这个圈里边人知道法律从根本意义上来讲的话，它还是能够保护我们这个群体的，最起码的一些权益是不会因为你的性取向，然后呢就要受到法律的歧视的，这一点非常明确。2018年案件发生，然后呢2019年法院一审，然后2019年一审结束完了以后其实呢我又回到了青岛，然后呢又还是从事的幼儿教育方面的工作。家长群体的话，他们的反应也是很有一点复杂，有一些家长的话就很支持。他之所以选择把孩子从很高端甚至很贵的一些国际学校，然后呢愿意转到你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园所里边来，他们看重的就不是你的身份他们更看重的是你对教育的热忱。有一些家长在案件发生以后给我发微信给我打电话，然后呢说这个我支持你，甚至有一些家长还要说我投资，然后呢你自己再去办一家这样的园所吧。当然也有一些家长的话，就是他没有当着我的面说，直接在群里面然后就砸锅了这样的老师我们是这个坚决不允许出现的。也有一些家长呢就是我觉得无所谓，你只要能够真的把我的孩子带好，而且呢你对教育有自己的一些方式方法，然后呢能够帮助我更好的去养育孩子就足够了。其实从家长的一些反应上来讲的话我能看到其实好多的家长，然后呢还是对这个事儿还是持一个很开明的态度，而且呢他们也觉得能够让孩子看到社会的多样性、多元性。在整个案件当中，不管是新闻媒体的报道，当然在有一些媒体的话就是支持的声音多反对的声音少，但有一些媒体的话可能反对的声音要多一点，然后支持的声音要少一点，但是绝大多数应该都是差不多一半一半。如果说一个事儿然后呢出来了以后大家全是赞同的声音，其实也没什么讨论度大家就觉得那这都已经变成了一件很正常大家都认可的一件事情可能我再去做这样的一个事儿的话，好像也没什么意义和价值了。当然我还是很希望有一天如果说再有一个人然后呢站出来，然后呢社会面的所有的评论都是一边倒的支持那个被歧视者我很期待这一天的出现大家就像看社会上出现了针对女性的家暴的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大家你看现在的舆论导向的话，基本上的话全都是支持被霸凌那个人，很期望能够出现那一天但是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